世人说双色童是鬼魅附体，瘸腿是前世造孽，于是他从记事起就在市井的白眼中讨残羹。小瘸子，快来追我啊！快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心中的月吹我，往来着，不管我。小贱人，再没人娶你，你就死在这吧。醉意朦胧的书生昨夜在路边将他买下，带往居所。他盯着自己的异色童女畸形腿，整夜惶惶，怕被赶出门。夫君，你真的不会赶我走吗？指尖传来的温热让虾人确信了自己穿越的事实。原主是个自视清高的书呆子，为博花魁欢心，散尽家财，到头来却连手都没摸过。昨日他以娶妻为由向大伯借钱，转眼在青楼挥霍一空。夜里随意花了1000银子，从路边拉个女子回家应付。仙儿，人可领回来了。大伯，这人怎么了？人不好看也没关系，只要是个踏实能干的好生养的就好了。夫君可以吃饭了。当赵有才看着苏彩这瘦瘦小小的模样，顿时以为虾人被骗了。仙儿，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我们这就带上他去城里找媒婆要个说法去。大伯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我现在有点晕，等我先捋捋这事。是不是读书太用功了？你先休息吧，下午大伯再带人来找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彩，昨天夫君把我领回家的。夫君虽然我腿脚不好，但肯定会好好干活的。你的眼睛会影响你看东西吗？不影响的。你多大了？快16岁了。虽然我瘦一些，但是我可以生孩子呢。虾人也看得出来苏彩这么极力的讨好自己，就是怕把他赶出家门。在这封建社会，以苏彩的情况，离开这个家，怕是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先留下吧，下午我同大伯说说。多谢夫君。你也饿了吧？先吃饭吧。夫君先吃，我不饿。虾人看着苏彩那羞红的脸，一副无地自容的模样，不由得笑出了声。夫君，我再帮你盛一碗吧，锅里还有米呢。怎么不给自己装点米？这还是苏彩第一次喝到全是白米煮的汤，对他而言已经很幸福了。这都是白米金贵着呢，要留个夫君吃，我喝米汤就好了。虾人无奈只好把苏彩的碗拿过来，给他捞了半碗米。把这个喝了吧。不要米，米给夫君吃。米缸里还有米吗？还有一些的，估计还够吃3、4天。我已经吃饱了，夫君把剩下的米吃了吧。虾人听后也没有说什么，把苏彩的碗的米倒回自己的碗。苏彩看着虾人的举动，不由得小脸一红。夫君竟然一点都不嫌弃我用过的东西。我吃饱了，剩下的米你都吃了，吃不完就倒掉，晚上煮新的，下次多放点米，不然我吃不饱。说完就留苏彩一人在厨房，自己走了出去。这条件狗见了都摇头，就这样居然还得了一个勤劳的小媳妇。这底下都是白米，倒掉真是太可惜了，我得全部喝掉才行。夫君是读书人，肯定有自己的规矩。该不会夫君是读书人，为了自己的体面，想让我自己走了吧？而这边的虾人也没闲着，在原主屋里翻出了唯一的家当。还好没有翻出来个寂寞，起码还有这2张不值钱的田契。堂屋内众人喋喋不休，大概意思就是要把苏彩送回去，把那5两银子要回来。人是我带回来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不负责任？众人一脸茫然地看着虾人，以前满嘴的子曰的书呆子，现在却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实在是和从前那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一下的废柴读书人相差甚远。而且我一个读书人，事情真闹大了，对我的名声也很是影响的，我可能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。仙儿，这么严重吗？是的，我若是因为这事不能参加了科举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了？面对这种情况，虾人只能先唬住众人，不然赵有才可能真的会对自己失望。那确实不能去找了。是的，至于我欠大伯的5两银子，等过一阵子我再还你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不说这5两，先前我爹给你倒贴的，加起来都10几两了。你家里田地都被你卖的差不多了，你怎么还？逆子，你给老子住嘴！赵有才他一个村长，自己侄儿混到要卖地了，他都阻止不了，这种事情说出去谁都丢脸。仙儿，这银子的事情大伯不急，既然你决定让这个女娃子留下来了，那就2个人好好过日子吧。等你到时候高中，大伯再给你做主，娶个更好的回来。大伯说的是，我会好好过日子的。眼见此事已尘埃落定，虾人便以读书为由送走了众人。爹，你别又想给虾人家里带银子了，文华很快就要送进书院读书了，还要不少的钱呢。闭嘴，一天天的就会气你老子。
你文华是你弟弟，夏儿就不是你弟弟了。皎洁的月光下，苏采儿正在用力地清洗原主的旧衣服。虾仁也猜到了，在他跟大伯商议的时候，苏采儿应该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差不多了。累了吧？夫君，我不累的，背面没有新的了，今晚夫君还要用，等明天夫君起床，我再给夫君拆下来洗了吧。然后，明天洗完我就会走的。原主昨天买的瘸腿西服，又是因家平被狠心父母推入冰窟，虽捡回条命，却冻坏了腿，又因天生双色瞳被视作不祥，被族人驱赶，被村民打骂，一路乞讨受尽凌辱。今日穿越而来的你，望着他满身伤痕与惊恐眼神，暗自发誓要护他周全。你为什么想走？夫君，你是读书人，肯定是放不下面子赶俺走。明天一早，俺就偷偷溜走，不会影响夫君名声的。走，你想去哪里？昨天回来的时候，俺看到这附近有山的，俺去深山里头找个山洞住着吧。山上可是有大虫，你不害怕？俺这么瘦，不好吃，大虫肯定不喜欢的。看着面前呆呆傻傻的小比妻，虾仁对古代的生活又多了几分兴趣。我花了钱娶你回来，虽然庚帖还没拿到衙门去登记，但也算是夫妻了。你安心留下吧。可是俺的眼睛……你那眼睛也没什么事，不过是得了病而已。只不过……夫君，俺什么苦都能吃的，你好好读书，俺做苦力也能养活你的。苏采儿的一番话，却是让虾仁为以后的生活犯难。目前这个家已经让原主败坏的只剩个空壳子，他需要抓紧找个谋生的办法。夏儿娶了媳妇，今晚得努力一下。大伯也没准备什么东西，这些你先拿去用着。啊，这几天你要是听到你大伯母说了什么事，你别管他，他那个人的嘴就是这样。说完也不等虾仁说话，直接转身走了。虾仁瞅着大伯送来的白米、盐巴和糖块，猛地有了个主意。见过白糖吗？别说白糖，就夫君拿的糖块，俺也只是在舅妈家里见到过。没事，今天你不仅能看到，还能让你尝到。说干就干，虾仁当即指挥着苏采儿把灶堂里今天做饭烧柴剩下的炭块扒拉出来。采儿，找个旧锅来，咱们得把这木炭煮一下。煮木炭？夫君是打算用木炭来提取白糖吗？没错。明明两人今天才互通了姓名，却对对方都似乎无比的信任，而且对于干活，两人之间有着一种莫名的默契感。怎么样？真甜，俺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。夫君饿坏了吧？先吃饭吧。好，吃吧。家里的米虽然不多了，不过也不用担心。明天我出去城里书屋看看，能不能接一点抄书的活回来做。俺明日去山上挖些野菜，再砍些柴火回来。两个人分好工作，又把锅里的粥分喝了。苏采儿摸了摸自己喝粥喝得圆鼓鼓的小肚子，满足地弯了弯眉眼。成了。哇，这就是白糖吗？好好看呀。明天我把这些糖拿去城里问问，要是能卖个好价钱，那就再买些糖回来提纯，这样我们也好有个正经营生。夫君真厉害。对了，来试试看甜不甜？好甜呀。说完才惊觉自己做了什么，小脸微热的抬头看了一眼面前高大的男人。走吧，厨房也没什么要做的了，回去睡觉去。睡觉了。这样一觉睡醒，俺和夫君是不是就有孩子了？夫君这么帅，孩子一定很好看。苏采儿胡乱想着，很快便迷糊上了。夫君，家里没有东西可以做干粮，这是俺存下来的几枚铜钱，给夫君去城里买包子吃。下人看着眼前瘦弱的小比妻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心酸。夫君拿着吧，早些回来。既然拿了别人的全部家当，那这辈子都要对他负责了。那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苏采儿目送着他走远了，才把门关上。虾仁走了大概1个时辰，顺着记忆来到了城里的杂货铺子。这位客官需要买些什么？小哥，不知道你们掌柜在不在？伙计听说找掌柜的，也没多问，直接带着虾仁到了柜台前。掌柜的，我这有个好东西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？哦，什么好东西？这是一个外地来的亲戚拿到我家的伴手礼，我看估计能值些钱。掌柜的，你看看吧。这是白糖。
这种舌尖触到细碎冰茶般的凉意，紧接着甜意轰然炸开，真是太美妙了。这个白糖你卖？自然是卖的。掌柜的，实不相瞒，我那远方亲戚认识的人也能弄到这东西，要是价格合适，我今晚就去问问，看能不能多弄些来。虾仁也不傻，这白糖不是他这种身份能享受的东西，只能胡编个理由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你这东西不会是偷来的吧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一个读书人，岂会行不义之财？要不是家里实在缺银子，我才不会拿出来卖呢。抱歉啊，公子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这白糖我们收了。想不到这2两5钱多的白糖，竟然卖了750个铜板。随后虾仁又花400文买了原糖，准备继续提炼白糖赚钱。为了打发空闲时间，虾仁决定领些抄书的活回去。听闻现在正为中秋灯会收集灯谜呢。是啊，听闻这些灯谜届时会选出最好的那些送去给县尊大人过目的，所以这出的最好的不仅能得到书屋的奖励，还能得到县尊大人的青睐。虾仁听着众人的议论，心中微动。昨天晚上他想起来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原主是被活活气死的。魂穿古代，我本想与瘸腿小比妻安稳度日，但他那双异色瞳却难以被世人接受。更倒霉的是，原主此前在花楼遭人算计，如今声名狼藉，连学堂都要将其除名。眼下唯有博一场灯谜盛会，若能在灯影阑珊处拔得头筹，获得县尊青睐，便可洗尽污名，为日后科举铺路。掌柜的，请问这灯谜还收不？自然是收的，还请向前来。快看，那不是虾仁吗？还真是他，他怎么敢来城里的？这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城西的那个寡妇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听说这人迷恋醉香楼的花魁不成，意图去闯人家的门，被赵员外的公子带人亲自抓住了。咦！他的夫子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，说要把他从学堂里除名。同样是姓赵，人家赵公子高风亮节，为人正气不说，还满腹才华。我怎么听说是闯了人家花魁的门？就在众人还在讨论虾仁的时候，虾仁已经把谜面和谜底写好了。看掌柜的这模样，该不会是想笑吧？估计就是虾仁乱写一通，惹得掌柜不想搭理他。这真是你想的？自然是，不然秀才公是否有见到有人和我出的一样？好，这是今日的第1个甲等，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了。甲等灯谜一个，来自水桥村学子赵虾仁，这是赵公子的润笔费。虾仁正想拱手道谢，准备打道回府，那边却传来一声愤愤不平的声音：他凭什么得到甲等？我等不服。对，凭什么？这位小友有何话要说？此人败坏读书人的名声，已经被我们夫子退学，他也算不得读书人，如何能得到这个奖励？虾仁明白，这几个人就是平时唆使原主去吃喝玩乐的帮凶，现在的虾仁可不会让他们白白欺负了去。花灯会的活动可有指明只能读书人参加？这确实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我是不是读书人又有何关系？你强词夺理！你这名声，届时真要我等去猜你的灯谜，我们也不可能去的。这位钱同窗，你确定你能有这样的资格见得到我的灯谜？此话一出，众人一片寂静，何秀才却下意识地点点头。这肯定是头奖的灯谜了，在座的人中还真没有几个能看得到。正所谓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在座的各位都是读书人，却因为几人的谗言，个个像个市井之徒一般，对着我指点议论。这就是你们读的圣人之书？虾仁一番话说完，其他不明所以的人都有些羞愧，但是那几个同窗却气得脸红脖子粗。学生就先告辞了。不待何秀才说什么，虾仁转身便走。这么一大块银锭子，不走还等着他们收回去吗？出了城门，虾仁这次也不再吝啬，直接花了1文钱，坐上了一辆顺路回去的牛车。这木牌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，刚刚忘记跟他们打听一番了。牛车到了村子附近，虾仁便下了车，背着东西往村里走去。哟，这不是文曲星老爷吗？今日书院休沐，赵老爷怎么还去城里？莫不是夫子给你单独开小灶了？虾仁听着这些话，无奈的想扶额头。这村里个个都是人才啊，各种外号，真是张嘴就来啊！不过一想到原主那个憨憨为此还沾沾自喜，虾仁就觉得替他脸红。阿春婶，我去城里办些事，时候不早就先回去了。一番话说完，留下一堆见鬼一样的同村人。啊，这虾仁
是不是撞邪了？之前那些文绉绉的话怎么没了？你们不是说他昨天带了个小媳妇儿回来吗？可能这娶了妻，人也就变了。我夫君不在家，还请晚些再来。是我，开门吧。小姑娘的小脸从门里露了出来，看到虾仁的一瞬间，那小脸上立马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。夫君，你回来啦！家里有个人待盼着回家，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。怎么这么紧张？方才出去洗衣裳的时候，有个婶子想过来和俺搭话，俺有些害怕，就赶紧回家了。暂时还是不和他们说话好。毕竟苏采儿的眼睛，虾仁也没有什么办法让大家接受。夫君，俺没敢上山打柴，只在河边捡了一些小柴枝回来。没事，过2天我上山去多打些柴回来。走吧，今晚做点好吃的去。虾仁又接着把自己在县城发生的事跟苏采儿说了一下。夫君好厉害啊！不但木炭能制白糖，还能卖这么多钱。这就厉害了。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夫君，这是银子。是的，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家当了，日后都交给你保管。夫君，俺不要，俺怕丢了。没事，房间里有个装钱的木箱子，里面还有2张田契。走，藏银子去。说完，又带了小姑娘回了房间。虾仁把那个装着地契的木匣子打开，把银锭子放了进去。这个钱匣子就放在这个位置的，日后就交给你保管了。俺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那夫君你先休息一会儿，俺去把衣服晾起来。虾仁也并没有闲着，收拾这院子的里杂乱的东西，而苏采儿用力踮着小脚才能把衣裳挂到竹竿上。我来吧。你只因夸了一句你的眼睛真好看，不料他却哭得泣不成声。采儿，你的眼睛真好看。听到虾仁这么说，苏采儿只觉得鼻子一酸。从小因为这双异色瞳被无数人说成克星，受尽世人的欺凌与排挤，而虾仁就像出现他生命里的一束光，照亮了他对生活的向往。你这样哭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哄你好了。俺只是太开心了。夫君，对不起，俺不是有意要哭的。不哭了，咱们收拾完炸猪油渣吃。好呀，衣服晾完后，俺就去切肉。我把白糖煮了，拿猪油渣蘸白糖吃。白糖很贵，留着卖钱呀。有肉吃已经很好了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你是家里的小管家，怎么吃你做主。俺是小管家呀。苏采儿在厨房里忙，由于制糖的木炭有限，虾仁想着什么时候能把黄泥水灵法给实施了。太香了！赵老爷，你们家做肉吃了吗？你们几个在这里等等我。哇！给我今天炸的也不多，你们1人1块吧。多谢庄爷老爷。行了，都回去吧。看起来这虾仁也没有那么凶啊。上次我不小心撞到他了，他还狠狠地瞪我呢。刚才的油渣真好吃，如果能天天吃就好了。好好吃呀！虾仁看着苏采儿满足地吃着油渣，嘴上还有一些残留渣渣，看起来甚至好笑。前世想吃什么都是一个外卖就能点到，到了这里还要经过2天的努力才能吃上了一点肉。夫君，你多吃一些吧，我长得小，吃不了多少。可是大伯来了，我去看一下。赵老爷，这小皮孩子就是馋嘴，日后要是他们再敢来问你要肉吃，你直接把他们赶走就是了。没事，我家里今天是在炸猪油渣，正巧给了他1小块，也不算什么肉。看着虾仁说的如此轻描淡写，阿峰叔想起自家的婆娘上一集还在村口对着虾仁冷嘲热讽，顿时感到有些羞愧。肉这么金贵的东西，还是留着给你们读书人吃。这是叔家里自己种的一些青菜还有瓜果，你拿着回去吃。生怕虾仁拒绝，阿峰叔说完便拉着自己的小孩走了。这一筐水灵灵的青菜看着还不错。不等虾仁转身回去，那边又走过来一个婶子，还是跟阿峰叔一样，简单说了2句，生怕虾仁拒绝，塞了2个鸡蛋，便带着小孩便走了。夫君好厉害啊！没想到夫君只做了1件事，大家竟然送给我们这么多东西。我一开始也没想这么多。夫君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去把这些蔬菜给夫君炒了吃。好，我去打些水，吃完饭就可以洗漱了。用过晚饭洗漱妥当，2人倚卧在床上，默默聆听窗外蝉声悠悠。夫君，明天还要出去吗？
明天再拿糖去城里换点钱，先把大伯的银子还上。夫君，咱们家里欠了很多银子吗？看到苏彩儿这紧张的小脸，虾仁决定故意挑逗她一下。差不多有几十两吧。啊，这么多？怎么害怕了？夫君，俺不怕，俺听闻去城里卖一捆柴能得10文钱呢。要是俺每天都能卖出去1捆柴的话，那1年也能帮夫君还不少的钱呢。虾仁也没想到，眼前这个小姑娘竟然还想着在帮自己如何还债。那你1年下来，差不多可以帮我还3贯钱了。听到1年可以赚这么多钱，苏彩儿高兴地翻了个身。那我要好好睡觉了，明天得早点上山砍柴。不行，夫君是读书人，还是他走了，我再上山吧。听着旁边人清浅的呼吸声，虾仁心中微动，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怜又可爱的人。彩儿小朋友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次日一早，虾仁便早早的来到城里杂货铺，老板见到虾仁更是笑得比见到亲爹还亲。公子今日可还有带了糖出来？我昨晚同我亲戚说了，说是回去问问那个制糖的人愿不愿意同我合作。我就知道这肯定能行，不是我吹，这城里开价最合理的必定是我们家。那自然是了，不然我一开始也不会想着来找掌柜的。两个人商业互吹了一阵，才开始说今天的重头戏。掌柜的，这是我家亲戚准备走亲戚用的礼物，全被我要了出来，你可得给我一个更好的价钱才是啊。自然，我跟公子一见如故，肯定不会亏待公子的。不如公子留个名字，到时候我们也方便找你。在下苏家屯的苏打水。原来是苏公子，不知苏公子可否给个大概时间？我亲戚说了，他最近动身的话，最迟这个月底之前会来消息。那就等苏公子的好消息了。出了杂货铺，虾仁想着去布庄买些好布回去，给苏彩儿做几身衣服。正在此时，一个和赵有才长相有几分相似的青年正从一个酒楼里走了出来。虾仁，这个时辰他不在学堂读书，去杂货铺干什么？这个虾仁啊，他被自己学堂的夫子退学了，是不是虾仁被人欺负了？我得回村里找爹问问去。这边的虾仁刚到村里，就听到这群人嘴里说的都是眼睛腿脚之类的话题。虾仁回来了。虾仁，你带了一个灾星回来，这是怎么都不跟我们村里人商量一番？就是啊，你那小媳妇2只眼睛颜色不一样，这样的怪物要是把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害惨了怎么办？不好，彩儿的眼睛被人看到了。想到这里，虾仁也管不上太多，赶紧加快脚步往家里跑去。我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他。彩儿，当虾仁快步赶回家中，却看见自家院子站满了人，而自己的小比妻却躲在一旁的柴火堆，瑟瑟发抖。虾仁，你带着这种人回来，是不是要把大家都害死？非要我们把你们逐出村子才安心吗？你们不要赶夫君走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赵有才听了，想这小姑娘还挺为自己的侄儿着想的，便赶紧开口说道：叔公，你这话说的过于严重了。我们家虾儿怎么说也是个读书人，怎么能随便对他说这种话呢？咱们还是先把事情了解清楚吧。是啊，三叔公，你也是看着虾仁他长大的。众人见村长跟在县城开酒楼的掌柜都开口了，便暂时安静下来。哼，你们是瞎吗？你看他的眼睛，不是灾星是什么？啊！他有些绝望地看了虾仁一眼，心想自己终究还是要走了。他的眼睛不是灾星，只是得病了。我们可从来没听说过谁得病了会长2只不一样颜色的眼睛啊！我是一个读书人，知道的肯定比大家多。这2日我专门又去城里问了仁心医馆的大夫，大夫说了，我家的小娘子就是因为生了病才会这样。赵文生知道自己这个堂弟已经被学堂退学了，但是为了不让情况恶化下去，便也没有把话说出来。虾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大伯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城里找大夫问一下。而且君子重诚，我读的是圣贤书，当然不会对着大家说谎。见虾仁说的头头是道，三叔公便也不再多说什么。大伯，你能不能随我到一下后院？我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。时间紧迫，二人来到屋内，虾仁直接拿出白糖放到桌子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白糖。这东西是不是很贵？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大伯，实不相瞒，这东西就是那个我媳妇儿捣鼓出来的。那天你给我拿了一小袋子的糖，我媳妇儿看到了之后说她会弄白糖，这银子就是我今天卖白糖得来的。我给你的那2两糖能赚这么多？
不错，这银子先还给大伯，其余的等我后面挣了钱再慢慢还给大伯。赵有才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虾仁手里的银子，这个小姑娘居然还会这么一手，这样一来，就算自己的侄子被学堂退学了，那家里也起码能过得下去啊。那这银子你先拿着吧，大伯家里现在不缺钱用。至于他的眼睛，你真的没有骗我。如果村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应该知道后果的。大伯不用担心，我敢用人格担保，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。既然这样，那还是早些把眼睛看好，有什么困难记得给大伯说。好，那听大伯的。两个人重新回到院内，众人都等着赵有才做最后的决定。今日的事情，夏儿说的确实有道理。既然城里的大夫都说了这姑娘是病了，那也就没什么事了。大夫的话，咱们还是要信的。其他人本来还想说什么，见村长说的如此信誓旦旦，便都各自回去煮饭去了。而赵文生还想问一下虾仁读书的事情，却被赵有才直接拉着他回去了。吓坏了吧？夫君，对不起，我给你带来麻烦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大伯已经发话了，你以后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。明天我们就正大光明上山去，多砍些柴枝回来用。一听到柴枝的话，苏彩儿就暂时把其他的事情抛在了脑后。俺今天在河边捡了不少的柴火，还没有拿回来呢。那我带着你去河边捡回来。不用的，大伯说了，我可以留下了呢。俺自己去就可以了。夫君出去挣钱才回来，在家休息就好了。没事，我带着你去给你撑腰。虾仁在前面走，苏彩儿在后面一瘸一拐的跟着。快看，那是不是虾仁的小媳妇啊？怎么还垂着头，也看不到她的眼睛啊？还有这腿脚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走路一瘸一瘸的？虾仁为了让几个婶子暂时的闭上嘴，决定学原主的口吻。几位婶子这么对着旁人指指点点，小心招来后患啊！毕竟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一听虾仁在这里子约的，几个婶子瞬间翻了个白眼。你们还说这虾仁变了，这怎么还是子曰爹约的？谁听得懂？嗨，别说了，这怎么说也是个读书人。我先走了。几个人很快散去，虾仁转身只对着身后的小姑娘说道：“走吧，拿回来煮饭，肚子饿了。”好呀，回去给夫君煮饭。这次虾仁特意放慢了一些步伐，苏彩儿跟在他身后，也慢慢的走着。两人拿了柴火回来，厨房升起了火，把早上吃剩下的白米粥热了吃。尝尝看。白米粥不用尝也知道好吃呀。夫君，今天的粥好甜呀，俺的粥是不是加了糖？加了一点。夫君，我不要这个的，给夫君吃。既然你不喜欢，那就倒掉。不能浪费粮食，俺吃的。美滋滋的喝了一碗白糖粥，苏彩儿只觉得一早上的提心吊胆都过去了。吃过饭，虾仁拿上一小袋子白糖，和苏彩儿说了一声要去大伯家一趟，顶着烈日就出门了。赵文浩瞅见来的是虾仁，顿时像被点燃的炮仗，心中的火直窜天灵盖。虾仁，你来做什么？你们家又揭不开锅了吗？在赵文浩的眼中，虾仁每次上门，除了借钱还是借钱，还是只借不还的那种。我想找大伯娘要些烧过的木炭。你不做读书人，改行去做卖炭郎了。文浩，是谁来了？大伯母，是我虾仁。这么热的天气，都杵在外面做什么？先进来喝碗水。文浩，你堂弟是个读书人，你怎么由着他在外面晒？我可是刚开门啊。赵文生和赵有才都坐在堂屋里聊天，看到虾仁过来后，赵有才高兴的让他坐。媳妇儿，给虾儿冲碗糖水来。大伯母，我带了点糖过来。你的糖留着自己吃吧，我们家里也缺不了你这碗糖水。说完就转身进了后院。虾儿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怎么不晚点过来？也没几步路，不碍事的。赵文生则是看着眼前的虾仁，跟之前那个满嘴圣人言、自尊心极强的堂弟，简直就是两个人。大伯，我想找你们家要点做饭剩下的木炭。木炭？这木炭可点不着火了，是不是家里的柴火烧完了？我让你堂哥上山给你打2捆柴回来。啊，怎么又是我？反正虾仁都不读书了，让他自己上山打不就得了？说完，才发现赵有才和赵文生都盯着他。我去，我明日一早就上山去。惊觉自己说错话的赵文浩赶紧转身溜了个无影踪。大伯，你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？这也是你堂哥在城里听说的。你可是在城里受了什么欺负？要真是有什么误会，我带着你去跟夫子说清楚便是了。虾仁好歹也是读了几年书，赵有才不忍心就这样荒废了。应当不是什么大事，我们准备一些赔礼去找你的夫子说清楚便是啊。
大伯，我虽然做错了事，但是错的不全是我。做错了，错的又不是全是你。虾仁回想起当天那天同窗聚会，自己因为喝了点酒，想上茅房，却被人误指路，闯了那个醉香楼花魁的闺房，不料被早就埋伏好的赵公子当场抓到。传到书院后，夫子当即勃然大怒，扬言要把他扫地出门。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明日爹你带虾仁去书院，得夫子好好赔礼道歉，兴许事情还有转机。行，我今天把书修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带虾儿出去。今天也没去学堂，不知道夫子会不会一起怪罪了。此时李氏也听到了赵有才说要准备束修的事情，他又有点不高兴。不过读书是大事，总不能轻易放弃了。家里还有点糖，明日带上，再去镇上买一块猪肉，再带100文过去就行了。大伯，你们不用准备了，束修里的事情我来准备便是。本来赵才友还有些担心，但是一想到今天虾仁给他看的白糖，也暂时放心了下来。随后又让李氏从厨房找着木炭送给虾仁。当虾仁抱着木炭回家时，顿时把苏采儿吓了一跳。我应该和夫君一起去的，都把夫君的衣服弄脏了。无所谓的，在农村到处都是你，也干净不到哪去。虾仁把木炭放回厨房，才想起来今天买了糖外，还买了一些布回来的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，就随便买了点。你先做2身新衣裳穿着，过2天再带你出去买你自己喜欢的新布。这是夫君给俺买的吗？给你买的。苏采儿鼻子酸酸的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像做梦一般。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新衣服。俺的衣服还能穿，给夫君做新衣服就好了。你看看这颜色，这是我能穿的吗？明天我出去见夫子，回来我再买些布，麻烦你也帮我做2身短打。好呀，俺在家里等夫君，买了布回来就给夫君做衣裳。行，那你在家等我。苏采儿明明早上才经历了要被人赶走的心悸，只是一见到夫君，所有的害怕和彷徨就都消失不见了。怎么这么乖？当然要听夫君话的啊。厨房麻烦你先看着，我到房里找一下明天要用的书。苏采儿一边搅拌着，一边忍不住伸手，轻轻摸了一下自己刚刚被夫君捏过的脸。夫君的手比俺的手大好多啊。晚上2人吃过晚饭，苏采儿特意给虾仁准备了一身比较新的衣服出来。你决定就好。好呀，那我就放在这里，明天夫君穿。天色也完全黑了，苏采儿照例很快就睡着了。虾仁重温了一下今天随意翻的一本书的内容，就感觉到旁边的小姑娘急促地嘟囔了2句话。小可怜，今天肯定被吓坏了。虽然白天的时候小姑娘坚强的没有哭，但是虾仁依稀记得她眼中的绝望。好梦。梦中的苏采儿似乎也听到了她的话，小眉头慢慢的舒展开，渐渐平静了下来。次日一早，虾仁便带着礼物跟赵友才往城里赶去。虾儿等下到了学院，要好好跟夫子解释。知道了，大伯，我一定好好解释。原主先前遭人构陷被学堂俘虏，身为穿越者的你，深知读书是农家子弟唯一的出路，便拉着大伯来学堂求情。可这教书的刘秀才对原主成见根深蒂固，任凭赵有才百般陪笑说好话，他始终板着脸，半点不肯松口。你这侄子啊，不光天资愚钝，身为读书人竟私闯女子闺房，这般行径我实在没法再教了。夫子，我们霞儿年纪小，是被人误导才走错了路，并非有意为之啊！求夫子网开一面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赵有才说着，忙不迭掏出虾仁备好的礼物，连自己贴身戴的红枫也取了出来，双手捧着递过去。刘秀才却看都没看，更没伸手去接。不是我这做先生的刻意苛责他，在我这儿学了4年多，四书至今都没通读，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。这要不再教2年看看，说不定后2年就开窍了呢。你们农家人家境本就不宽裕，带着这样的名声继续耗银子，倒不如回家寻个正经营生实在。说句实话，就他这名声，怕是整个城里都找不到领生愿意给他担保入学了。夫子，我们霞儿都读了4、5年了，就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吗？虾仁，前日我带你们读过《论语宪问》第14，是也不是？是。那这样吧，我考你2句，看看你这2日在家有没有用心复习。赵有才刚心头一喜，以为有了转机，一听是考这2天的功课，那点希望瞬间又灭了。虾仁这2天干了啥，他最清楚，哪里会用心读书？子曰：既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你来接下一句。既然夫子考校，学生便献丑了。
即乃良马之名，德指的是马性驯良温顺。此句是说良马受人称赞的，并非他的力气，而是他的品性啊。夫子，我侄子答的对不对？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之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意，闻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以其往，犹反首也。孟子曰：若是，则弟子之祸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100年而后崩，犹未洽于天下。武王、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亦然，则文王不足法语。哎呀，这怎么句句都答得上了？真是邪门了！回家才2天，难不成真开窍了？场面一时静得落针可闻，只有赵有才急得额头冒汗，在一旁搓着手。夫子，学生，这都答对了吧？确实都答对了，看来你这2日倒是用了不少功。刘秀才满脸不可置信地打量着眼前的虾人，还是那张熟悉的脸。可往日里一被拷问就急得满头汗的样子全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从容。学生天资愚钝，不敢懈怠，只能靠勤来捕捉罢了。赵有才见虾人答对了，正要再上前求恳，却被虾人在底下悄悄拉了拉衣袖。既然夫子也认可学生用功了，那学生也不好再叨扰夫子。虾人心里清楚，刘秀才对原主的坏印象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的。看着大伯为自己这般放低姿态，他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大伯，夫子上了一早上课，定是累了，我们就别再打扰了，先回吧。说罢，虾人对着刘秀才拱手行了一礼，拉着赵有才转身便走。刘秀才听着虾人这番话，眉头微蹙，心里竟有些动摇。名声都臭成这样了，还能服了起了？罢了，这事就这么着吧。回城的路上，虾人特意买了不少新布，看着这些色彩鲜亮的料子，他忍不住想起家里小姑娘见到这些布时欢喜的模样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。学堂的事，我明天让人给你哥捎句话，让他多留意着。村里人的闲言碎语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大伯，劳你们费心了，我没事的。苏采儿远远望见虾人回来，那双原本翘首张望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夫君，今日回来的好晚呀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路上耽搁了一阵。夫君，俺来帮你拿东西吧。不用，外面天太热，我们回屋说。刚进屋，苏采儿就取了帕子给虾人擦汗，又转身端来一碗凉好的水。夫君，这天也太热了，估摸着过几日要下雨，明日你要是出门，可得带上雨具。这几日怕是都不出门了。苏采儿歪着小脑袋，一脸困惑，不出门那怎么去学堂啊？等大伯他们再打听打听，找个新的夫子再说。苏采儿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读书的事他不懂，只觉得大伯他们肯帮忙，定然没问题。我又买了些布回来，你看看怎么用合适。这2身粗麻的，还有2身好料子，正好给夫君做2套里衣。除了这2身粗麻的，剩下的都是给你的。啊，夫君才刚给我买了新布，还没做衣裳呢，怎么又买了？店家说这料子好，软和，正适合给女儿家做贴身衣物。做贴身衣物啊？他偷偷抬眼瞄了虾人一下，又飞快低下头，长睫毛轻轻颤动着，耳根都泛起了红晕。夫君，俺不用这么好的布，太浪费银子了。苏采儿盯着布的颜色，忽然心里一动，这布颜色素净，做成男子的里衣应该也合适吧？没事，都买回来了，先用着吧。小姑娘没再推辞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那俺现在给夫君量量尺寸，好裁衣裳。穿越古代，本以为娶个瘸腿媳妇是天崩开局，没曾想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比妻，反倒让我渐渐爱上了眼下的日子。啊，俺先给夫君量量腰围吧。虾人垂眸望着他，鼻尖萦绕着小姑娘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，仿佛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意。你来。苏采儿深吸口气，定了定神，指尖飞快掠过她腰间，匆匆记下尺寸。轮到量肩背时，他踮着脚试了几次，头顶刚够到她肩头，实在差了大截。夫君，我得站到凳子上才够得着。小姑娘惊魂未定的抬眼，竟第一次不用仰头，能与平日里需仰望的夫君平视。继续吧。好。轻飘飘的小丫头，日后得多吃几碗饭，才能快点长个子。哼！说完便转身往后院走，留下苏采儿捂着砰砰直跳的胸口。整个下午，苏采儿躲在房里飞针走线，虾人则在厨房琢磨白糖提纯的法子。家里就1口大水缸不够用，得去订几口小缸，1口煮糖，1口半黄泥水，还得留1口沉淀。
他在心里把工序过了一遍，器具没做好前，只能先用木炭印记提纯。夫君，先试试合不合身。好。看着虾仁穿上新衣，苏彩儿忽然愣住了。是不好看？好看，尺寸也正好。虾仁脱下新衣递还他，布料上还带着他的体温。明天俺把盘扣缝好，夫君就能穿了。不急，实在不行，我穿旧长袍干活也一样。虾仁开门，见赵文浩脚边放着一担柴火，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淌，浸透了粗布短褂。文浩哥，辛苦你了。是我爹催着来的，要谢他去。大伯和你我都得谢。进来喝碗水吧。不了，我把柴火搬进柴房就行。要不是看你以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，我才懒得来。虾仁心里清楚，原主以前总瞧不上没读过书的赵文浩，如今人家肯帮忙已是情分，不嫌弃就好。赵文浩那句我来还卡在喉咙里，眼睁睁看着往日里弱不禁风的书生，单手拎着他都觉得沉得失柴，脚步轻快地进了柴房。文浩哥，进来坐会儿。夫君，我用家里的白糖冲了水。做得好，我们一起给堂哥端过去。小姑娘被夸得眼睛发亮，端着碗跟在他身后，嘴角藏不住笑意。这读书人以前总吹牛说什么要娶城里大小姐，如今还不是娶了农家女。这2年家里的柴火多亏了文浩哥跑腿。这水怎么这么甜？是白糖。他爹娘说过这东西金贵得很，寻常人家见都见不到。他顿时有些坐立不安，把碗轻轻放下。谢你家招待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文浩哥慢走。柴火没了就跟我说，我再去山上打。好，谢了。晚饭后，两人躺在床上说悄悄话，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墙纸上的补丁。夫君，我看木匣里还有2张田契，这几天没去地里，不知道庄稼长得咋样了。应该种了作物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啊，这几天天气好，要是庄稼熟了，收回来省着吃，2亩地够吃半年呢。听着小姑娘絮絮叨叨算着口粮，虾仁竟不觉得烦，反而觉得心里踏实，这才是过日子的模样。夫君，该睡了。睡吧，好梦。夫君也做个好梦。第二天一早，吃过早饭，苏彩儿拎着镰刀和2把锄头，虾仁则挎着簸箕，他打算去山脚挖些合适的黄泥。夫君，我先去田里忙活，做完了就去帮你挖土。不急，我先找找看，说不定你干完活我还没找着合适的。俺会快点干完的。走了，下地干活去。虾仁是村里唯一的读书人，往日这个时辰该在学堂念书，如今却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，路过的村民都停下脚步，窃窃私语。我跟你说，那不是虾仁吗？扛着锄头要下地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莫不是受了啥刺激？以前他碰都不肯碰农具，说沾了泥土掉身份，娶了个瘸腿媳妇，怕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吧？苏彩儿听着这些话，头垂得更低，攥着锄头的手紧了紧，指尖泛白。怎么了？穿越古代成为一名穷酸秀才，本想带着瘸腿小比妻下地干活，没想到村民见到我这书生第一次下地，纷纷嘲笑了起来。此时小比妻却突然眼含泪花地望着我。夫君，我做错了。错什么？夫君是个读书人，本不该下地干活的。正所谓在其时谋其事，在其位谋其政，该读书时便读书，该干活时便干活，这才是正理。苏彩儿听得一头雾水，唯一知道的是他的夫君和别的读书人是不一样的。夫君说的对。随后两人并肩从村路走到田埂，远远看到一处田里，里面绿油油的一片，那就是咱们家的地。你瞧这长势，今年定能多收些庄稼。夫君，我看不太清，咱们走快点吧。不急，那就是咱们家的地，慢些走也误不了收成。到了田边，苏彩儿盯着那片浓绿，眉头却慢慢皱起来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夫君，这真是咱们的田？是啊，看来我找的人还算靠谱，打理的不错吧？可这里种的看着不像粮食啊。虾仁走近几步，定眼一瞅，顿时愣住。那绿油油的一片哪是什么庄稼，全是比人还高的杂草。苏彩儿见他脸色沉下来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赵老爷，您家这田草长得比我家的庄稼还精神呢。大山叔，这赵老爷咋像换了个人？从前见了咱都绕道走，今儿居然客客气气叫我叔。我说你这读书人也是，
种子撒下去就不管了，草都不除，还想有收成？我当时托了六叔帮忙种的，原以为他会打理好。你六叔，这就不清楚你们的事儿了。我田里还等着浇水，先走了。虾仁望着被杂草吞没的田垄，透着几分无奈。先回去吧，我去找六叔问问情况。俺也去。没事，就去问几句话而已。我一个读书人，不会与人争吵的。方台路上见着些黄泥，成色不错，你先去帮我看看。苏采儿这才松了口气，松开了攥着他袖子的手。那俺先去给夫君找黄泥。虾仁把苏采儿领到先前路过的土坡，附近有不少村民在干活，倒也放心。随后便找人打听了六叔在哪块田里忙活，径直寻了过去。六叔、六婶，哟，文曲星老爷来了，今儿怎么这么客气，还叫起婶了？我家那2亩地先前拜托六叔帮忙种的，方才去看了看，里面全是草，连庄稼苗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哼，种地，你一个大老爷们知道种地要做啥不？翻地、肥田、育种、插秧、除草，这么多工序，你当初只说帮忙种，到底让我做哪样？六叔的大嗓门像铜锣，附近干活的村民听见了，都扛着农具围过来看热闹。我当时说得清楚，请六叔帮忙种好，那2亩地从种到收都托给您了。你是说请我种地，可只给了2天的工钱，就连种子还是我自个儿垫的，你请我做的我都做了，不欠你啥。走走走，别在这儿耽误我干活。赵老爷，种庄稼哪是2天能成的？就给2天工钱，压根不够啊！老六，你当时咋不跟虾仁说清楚？庄稼是农家人的命根子，这一季耽误，人家1年的口粮咋办？他给多少天钱，我就干多少天活，这是能怪我？既然六叔这么说，那咱就好好算算。我当初找您时正是农忙，给的工钱是50文1天，加上您垫的种子钱，一共给了400文，您敢说不是？50文1天，真的假的？比刘地主家还高20文呢。是又咋样？400文，承包2亩下等田的收成，也未必有这么多吧？您拿了钱，活儿没干好，倒也罢了，连句招呼都不打，让种子烂在草里，反倒说我不懂农事。我虽是读书人，没下过地，可也不是任人糊弄的傻子。村民们看着眼前的虾仁，倒觉得他比从前满嘴知乎者矣时，更像个明事理的读书人了。你当初说后面还会加钱，也没给啊，我凭啥接着干？老六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人家给400文，就算天天去地里筹粮也费不了多少功夫吧？你觉得不满意，咱就去见官，让青天大老爷评理。好啊，去就去，400文钱，当我家是开银库的，大告率你家该有吧？记得带上，到了公堂，让县太爷给你念念，吞没故宫钱财，延误农时，该当何罪？虾仁当下便把大告律里关于故宫失职、损害田产的条文一条条理清楚，说得六叔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你别吓唬我！原主那2亩薄田交给别人打理，如今却长满杂草，我正与那老汉争执不休时，大伯听闻消息，当即带着堂哥赵文浩赶来，为我撑腰壮胆。好你个老廖，竟敢把我侄子虾仁的地折腾得长满杂草！上一集里，虾仁搬出大明律法时，老六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此刻更是缩着脖子不敢抬头。我这就把这一季的庄稼立马给你补种回去。虾仁啊，这季庄稼我们帮你种，不收工钱，连种子都不用你出，就当是我们赔罪了，你看行不？都是同村乡亲，我也不会做得太绝。这样吧，你们帮我在地里种上甘蔗，种子钱我自己出就行。虾仁正盘算着种甘蔗，让他们帮忙种了，自己也能省些事。虾仁，你是读书人，下次别在外头跟人硬碰硬吵架，真要动起手来，你哪跑得过这些粗人？下次要吵，叫上我们再来，保准让你不受半分欺负。哎呦，爹，你敲我脑袋干啥？你堂弟是读书人，你瞎撺掇他跟人吵架，像什么话？没大没小的。多谢文浩哥的好意了。爹，以前我总觉得虾仁读了那么多年书，他是没啥用场，今儿个才算明白，他可不是一无是处，起码吵架能把人吵得没话说啊。大伯，我媳妇儿还在田那边等着，我先过去了。赵有才点点头，让虾仁先行离开。留下的村民望着虾仁的背影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，再不敢像从前那般轻慢。都杵在这儿干啥？赶紧回去干活，地里的庄稼难道不比看热闹要紧？虾仁回到挖泥土的地方，只见苏采儿正挥舞着锄头，埋头挖着底下的泥土。夫君，你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不累，田里的事都解决了吗？
虾仁把方才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苏采儿，他听得眉头微蹙。种子和时间终究是白白浪费了。确实可惜，不过当初我没照看好田地，也有责任，事到如今只能补救了。夫君以前一个人在家，里里外外的事顾不过来，以后有我在，家里的事我来打理，定不让夫君再为这些琐事操心。虾仁低头看向他，小姑娘小脸被晒得红扑扑的，却依旧难掩那份认真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是要与他共担风雨的执拗。好，以后家里的事我有记不清的，就全靠你提醒了。要是我也忘了，夫君也要记得提醒我才好。一言为定，我们互相提醒。夫君，你看看这些土能合用吗？土质看着还行，咱们先试试吧。好。小夫妻俩合力挖了满满一簸箕黄泥，虾仁用锄头挑起簸箕，带着苏采儿往家走。夫君，今年地里没了粮食收成，我可以去帮村里人做活，换些粮食回来。傻丫头，没必要这么辛苦。你夫君我养你这么个小东西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两人回到家后，虾仁便尝试起黄泥水淋糖法，短短1个下午就做完了先前要花2、3天才能完成的活计，而且制成的白糖质量更好。看来在家小规模生产白糖是可行的，不过稳妥起见，得问问文生大哥，看他的酒楼能不能帮我打个掩护，免得引人注目。虾仁心里清楚，自己身为农人却涉足商事，容易引人注意，尤其怕被城里的钱铜窗知晓，那样说不定会招来牢狱之灾，甚至丢了性命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虾仁就往大伯家赶，想打听附近村里有没有人种甘蔗会制作原糖的。你大伯和文浩他们一早就下地干活了，今天过来是有啥事？大伯娘，这是我昨天做的，您拿着尝尝。你家田地刚出了这档子事，正是缺钱的时候，这些好东西留着卖钱才是正经，我可不能要。大伯娘，您就别推辞了，这些日子受了你们太多照顾，这点小谢礼算不得什么。虾仁说明来意后，李氏虽是妇道人家，消息却灵通得很，当即把附近种甘蔗会制糖的人家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行了，知道你急着办事，回去忙你的吧，有啥难处再过来找我们。虾仁谢过李氏，转身往回走。这次走在街上，村民们见了他，再不敢像从前那样围上来高声调侃，反而纷纷低下头，侧身让道。我这是一战成名了，还是说读书人自带的体面终于被他们看在眼里了？小朋友，我在干活呢，你们能不能去别处玩呀？你这个灾星，挖坑是想害我们村里人，我偏要把你的坑填上。苏采儿看着坑里的石头，眼圈微微泛红，却只是抿着小嘴，不知如何反驳，只能任由孩子们胡闹。不是跟你说了离这个灾星远点吗？靠这么近，沾了他身上的霉气，看我不揍你！娘亲，他在这儿挖坑害我们，我是来阻止他的。小瘸子，你在这儿挖坑干啥？要是有人不小心掉进去摔伤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李本想守着小娇妻安稳种田，可他那双异色瞳眸终究成了世人眼中的刺。即便你反复解释那是天生的眼疾，可人心底的偏见就像一座翻不过的大山。采儿不过是在没人的地方挖了点黄土，被村里的女人撞见，就被当成了在做坏事。哼，我看你在这里无缘无故的挖坑就是想害人。那嫌恶的眼神像针，狠狠扎进苏采儿心里。不堪的过往轰然翻涌，被族人当怪物驱赶，被孩童追着扔石子，那些异类不祥的骂声从未真正消散。这土坑不深的，真的不会碍着谁。呸！你个妖孽的话也能信？别动！虾仁，我们妇道人家说话，轮得到你一个大男人插嘴？虾仁置若罔闻，目光死死锁着那片晃动的茂草，周身气息陡然紧绷。夫君，你别过来！虾仁却放轻脚步，步步靠近。夫君，快往后退，那边危险！阿娘，有蛇！咋了？伤着人没？没事，是虾仁救了我们娘俩。夫君，太险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冲动？不怕，心里有数。往后，夫君别再来田里了，太危险。先回家吧。麻烦各位收拾下这条蛇。应当的，我家婆娘最会做蛇羹，处理干净炖好，这就给你们送去。好。众人走后，小姑娘收拾好挖好的黄泥和锄头。吓坏了吧？有夫君在，俺不怕。走吧。二人回到家，苏采儿立马蹲下，帮着他把长袍沾染的泥土都轻轻拍干净。夫君，鞋子都磨破了。
外头买的鞋确实不经穿。我给夫君做双新的吧，纳上厚底，干活也耐穿。虾仁望着他认真的侧脸，心头一暖。不过几日相处，这份安稳踏实，竟比前世锦衣玉食更让人满足。那就劳烦彩儿了，只是家里没工具，明日我带你进城买些布料针线。夫君去就好，俺没去过城里，有我在，怕什么？下午苏彩坐在外面的屋檐下，帮虾仁把这双烂了的鞋先补一下。虾仁则穿着草鞋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慢慢的挑着刚带回来的黄麋。虾仁，你刚打的那条蛇，我家婆娘给你做好了。这蛇有点大，你们今晚吃不完，睡觉的时候就把它煮沸了，让锅放着静置，就可以留着明天吃了。多谢你救了我的媳妇儿和孩子，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小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虾仁低头看了一下，看到他们这两箩筐满满的东西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你们这些东西太贵重了，还是拿回去吧，大家都不容易，我又怎么好意思收你们这么重的礼？今年你地里的那些事情是我们不厚道，以后地里的庄稼你也不用管了，我们家里全部给你管好。这一次六叔不再梗着脖子不服气的大声嚷嚷，这次道歉说得非常诚恳。六叔，你先前答应帮我种庄稼，这件事就算了，不用你们帮我白做这么多。你们慢慢吃，我们先回家去了。我家小孙子今天受了惊，还得给他安安神。说完也不顾虾仁的拒绝，直接连箩筐都没管，带着自己的儿子走了。夫君，好香呀！不是夫君香，是锅里的东西香。夫君，现在要吃吗？今晚煮一锅米饭，我们就着米饭吃。夫君，这些我们都要收下来吗？收下吧，这样日后我们两家也方便走动。听到虾仁这么说，苏彩儿便喜滋滋的把这老母鸡带到天井去，给它松了绑。想不到我们家里也能养鸡了。夜幕低垂，两人吃饱喝足躺在床上，苏彩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夫君，明日真的要带俺进城吗？怎么不想去？俺不知道。做鞋的料子针线得你亲自挑才顺手。那好吧。眼睛的事别担心，低头走路，不与人对视便是。苏彩儿松了口气，可摸到自己满是补丁的衣摆，心又悬了起来。睡不着。对不起，吵到夫君了，俺只是有点紧张。夫君，我们睡吧。小姑娘渐渐睡熟，原本抓着虾仁的那双手也慢慢松开了。哥哥乖哦，我跟夫君进城去，等我们回来，你要生一个蛋哦。苏彩儿抓了把糙米撒在鸡跟前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出门跟着虾仁就往村口走。大昌叔牵着牛车早等在老槐树下。上来吧。夫君，我这布鞋沾了泥，会不会把牛车弄脏了？大家都是农村人，没这么讲究。苏彩儿第一次坐牛车，新奇的紧，看着周围的景色，又时不时的抬头看一眼坐在旁边的夫君。苏彩儿第一次来城里，被五花八门的集市瞬间迷了眼。哎呦，你这小娘子走路得看路啊！苏彩儿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又重新把头低了下来。别人家的小朋友上街，家长都要拉着手，以防走丢的。把手伸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走丢了。就这样，二人手牵着手走在热闹的集市上。苏彩儿转着小脑袋，含羞的看了一眼旁边路过的人。阿娘，你看那个姐姐都长那么高了，还要人牵着走呢。牵着才稳当呀，不然被人潮冲散了怎么办？你也得攥紧阿娘的手，听见没？苏彩儿听到他们俩的话，小脸很快就红了，但是又舍不得那只温热的大手。苏公子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我找掌柜的。掌柜的在里面候着，请随我来。夫君，俺不进去了，俺在外面等你。听到苏彩这么说，虾仁不由得有些心疼。小姑娘因为自己身体和家庭的原因，一直都很是自卑。一起上楼，然后你在门边等我。我们店里最近进了不少的新货，小娘子也可以顺便看看的。正好你可以看看家里缺什么东西，可以买一些。好，我就在楼上柜台那边，有事直接喊我。我在这里等夫君，夫君去做你的事吧。掌柜的看到虾仁来，当即脸上笑开了花。小郎君，你之前不是说过一阵子才有货吗？这一次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？我那亲戚最近给我带了一些新的白糖过来，让我带给掌柜这边看一下。那可得赶紧让我瞧上一瞧。
苏公子这次的糖质量还更好了。那是自然，如果不好的话，也不会特意走这一趟，拿出来给掌柜你看了。你这年轻人就是会讲话。说完也不含糊，直接拿起称，把这些糖都称了一下。这次的糖换了有足10两银子。虾仁刚下楼，就看见苏彩儿正盯着那些小圆伞和颜色各异的纸伞。看中什么了？没有。小娘子眼光好，这把伞是苏杭来的新货，绢面的，挡太阳又轻巧，才80文。80文，够买2斗米了。俺想着天热，家里要是有把葵扇，就能给夫君扇凉了。虾仁瞧着她攥紧围裙的样子，心里明镜似的。这姑娘打小节省惯了，真买了这伞，这夜里还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是我没问清楚，葵扇更实用，这个轻便，扇着风也舒服。谢谢夫君。两人又买了些针线、粗盐，还有一小袋苏彩儿念叨了好几回的芝麻，拎着大包小包出了杂货铺。快些走，再晚就挤不进去了。那高僧在陆峰山修了30年，赵员外家老母请他来做法，这都第6天了，愣是红光满面的，不是活菩萨是什么？听说今儿他要醒了，去拜拜，说不定能求个好兆头。大叔，这活菩萨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外村来的吧？赵员外他娘先前天天做噩梦，从陆峰山请了位高僧，说是能通神。这几日高僧在赵府打坐，乡亲们都赶着去沾沾福气呢。夫君，真的有活菩萨吗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城里百姓不去寺庙烧香，反倒齐聚街头，对着一名老和尚虔诚跪拜。这大师可真神了，硬是6天没吃没喝，就为了引出那只饿死鬼呢。原来赵员外的老母亲近来总被噩梦缠绕，特意从外地请来了位得道高僧，而虾仁带着自己的小比七苏彩儿在集市上闲逛，处于穿越者的好奇心，便来一探究竟。可不是吗？出家人果然以慈悲为怀。周围百姓纷纷感叹，苏彩儿听得心头直痒痒。夫君，咱们也拜一拜吧，求菩萨保佑夫君将来能高中状元。虾仁瞥了眼那传说中6天未进食的大师，目光落在他颈间的佛珠上。这点小法器骗骗古人倒是绰绰有余，再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大门内便走出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身后跟着位老太太和一个年轻公子。赵员外他们出来了，看来这鬼怪要被收服了。虾仁一眼就认出赵员外身后的年轻公子，正是当年害他被学堂除名的赵安民。爹，难道那饿死鬼真的出来了？大师这不是睁眼了吗？想来是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古有佛祖以身饲鹰，今有我元空以肉身诱饿死鬼，时辰已到，鬼怪应已现身。接下来老衲便开坛做法，超度此鬼。大师，那便请速速开坛吧，趁热打铁，一举拿下这饿死鬼。多谢大师，还请您快些做法。阿弥陀佛，贫僧虽已辟谷，但精气流失过多，气血不足，需向佛祖借些法力啊。是我疏忽了，儿子，快！这些黄白之物本是身外之物，贫僧虽无用，但可添给佛祖重塑精神。还请大师莫要耽搁，速速做法。麻利麻利哄，妖魔鬼怪速速现形。看老衲大威天龙！夫君，真的有鬼啊！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你方才不是还想拜菩萨吗？这就不拜了。大师看着确实厉害，要不再等等拜了再走。你原本想求菩萨什么？求菩萨保佑夫君啊！还有。他小脸一红，低下头去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实在说不出想给夫君生个孩子的愿望。真心许愿，菩萨自会听见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老衲不伤及此鬼性命。今日便请佛祖降临，超度他入轮回。拿容器来，老衲这就将恶鬼收服。小厮很快端来块猪骨头摆在供桌上，旁边还支起一口滚着热油的大铁锅。佛祖有知，此鬼罪孽深重，来自导入畜生道，转生为猪。围观百姓见此情景，对大师的神通更是深信不疑。我佛慈悲，请大师速速超度这恶鬼。是啊，赶紧送他走，免得再害人。诸位莫慌，此鬼已被老衲收入这猪骨之中。菩萨于世，须经由锅地狱淬炼，方能送入轮回路。火光普照，百邪不侵。大师口中念起经文，周围百姓纷纷跪地，高声祈愿：菩萨保佑，让我儿高中状元吧！求菩萨成全，让我娶到村里的村花。这菩萨不灵，不必拜了。虾仁，你这泥腿子还不跪下求佛祖保佑，说不定能找个愿意教你的老师呢。赵公子求神拜佛讲究诚心，心不诚不如不拜，你说对吗？
也就你这种没见过佛祖显灵的穷酸，才会说这种混账话。大师说了，我赵家有佛性，自会得佛祖庇佑，自然诚心十足。那可未必，彩儿，你去那边等我片刻。夫君，咱们还是走吧，不拜了行不行？别怕，去旁边等着就好。说罢，虾人大步朝供桌走去。这位施主好生无礼，不愿礼佛，便请离下。佛光普照之下，佛祖不会怪罪。实不相瞒，我觉得自己佛性不浅，说不定还有佛法护身呢。嘿，就你也配谈佛法护身？给本公子滚开！赵公子不是说我心不诚吗？今日就让你瞧瞧佛祖是如何保佑我的。既然佛光普照，那我便试试这佛法是不是真的灵验。在众人惊呼声中，虾人攥着猪骨头，毫不犹豫地伸进了滚滚的油锅里。那可是滚沸的油锅啊！这小郎君莫不是疯了？这般下去，手怕是要废了。苏彩儿吓得紧紧闭着眼，指缝间都不敢偷看半分，只在心里不住默念，盼着虾人能平安无事。咦，不对啊，他脸上半分痛苦都没有，反倒从容得很，难不成真的不痛？旁站的圆空大师见此情景，脸色刷得褪成青绿色，握着念珠的手指都在发颤。这出风头的戏码本是我安排的，怎地被他抢了先？你的手当真无呀？许是佛光普照，恰巧落在了我身上。赵公子，您瞧我这般心诚不诚？这便是我家作祟的恶鬼。既如此，怎不把骨头捞出来？赵公子有所不知，我心不诚，镇不住这恶鬼。您方才那般笃定，想来心诚至极，不如就请您从油锅里捞出这受过刑罚的恶鬼，亲自超度如何？啊，这可是滚烫的油锅，我不过是肉体凡胎啊！我这般心不诚的人，尚且有佛法护持。赵公子心诚至此，佛祖定然加倍庇佑，怎会怕这区区油锅？这位后生不，大师，您快把他捞出来吧，再耽搁下去，怕是要把鬼都炸熟了。让令郎从油锅里捞出骨头便是，何须劳烦旁人？赵员外干笑两声，慌忙移开视线，转头看向圆空大师，眼神里满是哀求。大师，还请您赶紧出手捞出来超度吧。这位男施主方才说有佛法护身，让他捞便是。我本就不信佛，心不诚，实在捞不得。你方才明明说有佛法护身，不过是些小把戏罢了。大师还是尽快捞出骨头吧，不然等这鬼被活活炸死，您岂不是犯了杀生大戒？大师，快出手吧！圆空大师绿着脸盯着油锅，那油花溅得愈发厉害，滚滚热浪几乎要撩到眉毛。贫僧方才向佛祖借来的法力依然耗尽，如今无佛法加身，实在无能为力。大师慈悲为怀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一条性命消逝？这岂不是给赵员外一家平添杀孽？大师，您再向佛祖借些法力吧。若是平白添了杀孽，我赵家可担待不起呀。借不到了，借不到了。佛祖依然离去，都怪贫僧学艺不精，我还是回山苦修去吧。大师神功大成，定有看家本领，还请莫要推辞。要不给我双筷子，我夹出来便是。这话一出，赵员外顿时僵在原地，周围百姓也面面相觑，议论声渐起。没有法力护持，直接用筷子夹，这如何能行？当初您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必得亲自用手抛才管用啊！那便恕老衲无能为力了，这就回山为佛祖诵经，保佑诸位平安。大师留步，此事尚未了结，怎可半途而废？总得超度完毕才行啊！大师有佛法护身，赵员外不如拉着他的手去捞，效果岂不是一样？大师得罪了，赵施主此举大不敬，佛祖定会责罚你的，快放开老衲！赵员外哪里肯听，咬紧牙关，拽着大师往油锅拖去。你放手，贫僧自己来便是。赵员外一听这话，以为大师终于肯配合，立刻松了手。我就知道大师有办法，贫僧需取禅杖来借些法力。招财，快去把大师的禅杖取来。不必，贫僧亲自去取即可。说罢，大师转身便朝集市方向走去。大师，您的禅杖不在那边。老衲只是多走几步，活动筋骨。大师心里对赵员外已是恨得牙痒痒，行走江湖这些年，还从没被人这般逼着拆穿把戏。都给我让开，不然老衲今日可要开杀戒了。大师这是要跑路？放开，不然休怪老衲不客气。大师跑这么急做什么？赵员外说您事情还没办完，得再留片刻。大师，您这突然跑什么？这位所谓的大师是个骗子，哪有什么佛法护身，不过是些骗人的小把戏罢了。怎会是骗子？我们亲眼所见，难道都是假的？赵员外不妨猜猜，我为何敢伸手进油锅？我一个不信佛的人，难道真有佛法护持？莫非小哥有天命加身，所以安然无恙？
自然不是，这油锅下层铺的是醋，醋沸点极低。方才我伸手时，虾仁将大师的把戏一五一十拆解开来。赵员外听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。我儿是读书人，定能听懂其中道理。我懂了，懂了。所谓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你这不知为知，便是真无知了。李秀才的意思是，我儿这是不懂装懂。赵公子被亲爹当场戳穿，脸颊涨得通红，只能尴尬地立在原地，手脚都不知往哪放。虽说小郎君说的头头是道，但这大师6天不吃不喝，又该如何解释？所以我方才便说了，该把他们绑了送官。他们根本不是僧人，而是杀人犯。员外花费重金请来一位大师，为母亲祈福治病。谁料到这个张嘴闭嘴的阿弥陀佛的大师，竟是个藏着人命的凶徒。大师出进城时，颈间佛珠整整24颗，如今数只剩18颗了，那6颗去了哪里？这佛珠里定是藏了吃食，非是吃食，是孩儿丹。人群里忽有几声抽泣，见过些世面的当即变了脸色。孩儿丹那是用未出世的婴孩炼制的邪物。赵员外，不如即刻让人带他去报官，将此事禀明县尊，一审便知这贼人的底细藏不住。好个假大师，竟敢糊弄老夫！来人，绑了他，随我见官去。眼看尘埃落定，虾仁转身牵住苏采儿的手，悄悄退出了攒动的人群。你认的那后生钱同窗，怎么成了钱同窗？可惜了，看他这般通透，本还想让你多亲近亲近。手怎么这么凉？方才太怕了。方才见夫君将手伸进滚沸的油锅时，他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攥住，几乎要停了跳动。是我的不是，我虽清楚其中关窍，却没提前同你说，让你担惊了。夫君没错的，是我自己胆小，我知道夫君自有分寸。错了便是错了，夫妻之间哪分什么你我，让你担惊受怕，自然该道歉。苏采儿偷偷抬眼，见夫君正望着他，眼神里满是柔和，半分责怪也无，才悄悄松了口气。那夫君，往后咱们不凑这些热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往后不看了，咱们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旁人的事咱不管。二人随后在城里采买了些家用，油盐酱醋、针线布匹，满满当当装了一牛车，东西太多，只能挤在车尾的窄处。出了城门，回家的小路坑洼颠簸。路滑，我搂着你，当心摔下去。先前听村里婶子们说些枕席间的修饰，他总红着脸躲开，可此刻被夫君圈在怀里，隔着薄薄的衣料能触到他的体温，他才懂，原来还有比夜里更让人心慌的清静。好好的读书人被学堂赶出来还不够，净买些没用的玩意儿，再多银子也经不住这么败啊！造孽哦，读了那么多年书，花了多少银钱，到头来竟成了这般。虾仁没料到城里那一场事，竟连村里都传遍了他退学的过往。我自家的事不劳各位挂心。牛车没停，缓缓碾过村口的石子路，身后的议论声还在飘，混着风落在车辙里。夫君，没事的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那时是没办法，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会好的。公堂之上，张县令接过赵员外的诉状，当即提审那大师。可这伙人嘴硬得很，任凭盘问，只字不吐。县令虽看出些蹊跷，却无实证，只得先将他们打入大牢。听说拆穿这伙贼人的是个年轻郎君，正是，那是我家公子的钱同窗，水桥村人，名叫虾仁。钱同窗为何断了往来？听公子说，是被学堂退了学。管家将虾仁退学的缘由简略说了，张县令眉头越皱越紧。这般通透的人，竟会因品行不端被退学，倒是奇了。这般才学，可惜了。大人，中秋花灯会的灯谜都征集齐了，呈上来。县令先略过乙等，拆开甲等的卷宗，目光扫过一张灯谜时，忽然顿住。这等巧思是谁所出？水桥村虾仁。前一刻还在思忖品行不端，此刻却见这等才情。张县令望着虾仁二字，眼底添了几分探究。去查查这个虾仁，他退学一事未必是表面那样简单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暮色渐沉时，苏采儿握着针线的手终于停了。他花了一下午赶制的短打，针脚细密，正合身。总算缝好了。他将衣裳平铺在榻上，忍不住想象夫君穿上的模样。这是他亲手为夫君做的第一件衣裳，也不知道上身会不会不好看。苏采儿嘀咕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要试试这衣服穿身上怎么样。虾仁开门的一瞬间，望见苏采儿身上那件自己新做的衣裳，松松垮垮的样子，活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姑娘。那模样把虾仁的心都烫得软乎乎的。俺是帮夫君试穿一下。哦，那穿起来可还舒服？
苏采儿对上夫君那双含笑的眼睛，顿时面红耳赤，手忙脚乱地把那件大了好几圈的衣裳脱下来。夫君你自己试，俺去做饭。话音未落，他也顾不上腿脚还有些不便，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房门。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居然偷穿夫君的衣裳，偷穿也就罢了，还被夫君逮了个正着，丢死人了。饭快好了。差不多了。衣服我试了，很合身，我很喜欢。合身就好。说完鼓起勇气，抬头刚好看到那双眼睛，正饱含笑意地看着自己。俺还想给夫君做新衣裳，还要做鞋子。好啊，以后我就只穿你做的。好哦，那俺得快点做才行。晚饭后，两人依偎在床榻上，夏夜闷热。苏采儿白天买的那把蒲扇，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。夫君，俺给你扇扇，凉快些。明天我要去另一个村子，问问那户人家供应原糖的事。要去哪个村子？若是远，俺得给夫君准备些干粮带着。先前问了大伯娘，说是在河下游的苏家村，听她说走路过去约莫要1个时辰。苏家村。苏采儿听到这名字，手里的蒲扇停在半空，扇风的动作骤然慢了下来，眼神也有些发怔。俺是苏家村的。虾仁瞧着小姑娘瞬间暗淡的神色，约莫是想起了什么不快的往事，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背。那要不要跟我回去看看，瞧瞧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？没什么要收拾的了。他心里清楚，那些东西怕是早被舅妈他们扔光了，毕竟一个栽心的物件哪里有留下来的道理。夫君，你认得去苏家村的路吗？不认路，不过大伯娘说了，沿着大路一直走，跟着河边的弯道转就行。要不俺陪夫君去吧，俺认得路。他虽怕回到那个村子，怕想起那些难堪的过往，但只要是夫君需要，他便不想退缩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，我人高腿长，走得快，来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那俺在家里给夫君做鞋子，等你回来就能是新的了。虾仁笑着应了。为了晚上洗漱方便，他让苏采儿帮忙织双拖鞋样式的草鞋，还细细描述了现代拖鞋的样子。夫君，这把脚都露出来，多不好意思啊。反正在家里就咱们俩，怕什么？你也织一双，晚上洗漱都方便。好，都听夫君的。他心里的那点小难过早已被对未来的期盼冲淡，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哪里还有功夫伤春悲秋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虾仁换上苏采儿新做的短打，背上包袱正要出门，院外传来了敲门声。哈哈哈！昨天我爹听说你要去苏家村，让我今早陪你一块去。这多耽误你功夫。你一个读书人，哪懂村里这些弯弯绕绕？万一被人欺负了咋办？苏家村那边我娘有亲戚，有我在，你尽管放心。那便多谢文浩哥了。客气啥？走，早点出发，早回。我走了，你在家乖乖的。夫君办完事儿就早点回来，俺给你留晚饭。两人并肩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晨露打湿了路边的野草，空气里满是泥土的清香。你这穿上干活的衣裳，倒真像那么回事儿了。这是我娘子昨天刚缝好的，你看这针脚多细密。你这做工是不错，但我娘做的衣裳也不差。那是大伯娘的手艺自然好。说真的，成亲真有这么好？赵文浩看着虾仁如今这副眉眼带笑的模样，想起他从前清冷的性子，不由得心生羡慕。确实挺好的，无论走多远，都知道家里有人盼着你回去，冷了热了，有人惦记着，那种踏实劲儿说不出来。对虾仁这个穿越者来说，苏采儿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行，都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了根，有了牵挂。我娘说了，等明年我弟进了学堂，就去阿花家说亲。等我娶了阿花，肯定也对她好好的。两人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走了1个时辰。苏家村的村口已近在眼前，和水桥村一样，村口的老槐树下聚着几个纳凉的婶子和闲聊的小媳妇。后生，你们从哪儿来？要找村里哪家啊？我们是前面水桥村的，来打听一下村里做原糖的人家住在哪里。这家房子可真够气派的，不过是制糖的，竟能挣下这么大家业。让虾仁意外的是，这户制作原糖的人家居然有这么强的实力。到时候你生意做起来，是不是也能盖起这样的屋子了？那我就努力。说着，虾仁已迈步上前，敲响了那扇厚重的大门。这户人家的主人名叫苏云峰，听闻虾仁2人是来买糖的，脸上带着几分审视。我这糖的价钱可不便宜。这个我早有耳闻，眼下我要的量不算大，若是苏老爷不放心，我可以先交定金。签了契约，定金就不必了，一回生二回熟。你若是失了信，咱们也就没下次生意了。那是自然。不过你要是能持续拿货，
明后年我家便多种些甘蔗，专供你这边。那多谢苏老爷了。都是庄稼人，哪当得起老爷二字？你叫我云峰叔便是。云峰叔，你这后生行事有理有据，不错。苏云峰见虾仁举止得体，心中更添几分好感，当即起身要带他去后院公房看圆堂。你们说的这些我也不懂，就不去凑数了。我娘说我们家在苏家村有户亲戚，既然来了，该去打声招呼。赵文浩出了苏云峰家，没费多少功夫便找到了亲戚家。听说他是陪村里人来谈生意的，亲戚当即把他夸得合不拢嘴。对了，听说我们村那个小灾星被一户姓赵的人家领走了，会不会是你们村的？我不太清楚。那天我见苏三林家二小子把那小灾星的东西清出来，在后院烧呢，问了才知道。真是把人送走了。听说本来要拉到官媒随便嫁了，半道被个书生领走了，也不知那书生有没有被他克死。姨妈，那灾星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苏彩儿呢。一提这事，赵文浩的姨妈便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说个没完。都说他一同克亲，可不是，在原先的村子克死了亲爹，回了这儿又克死外公和娘，邪性的很。克亲这么厉害，那虾仁岂不是危险了？待虾仁忙完事情找到赵文浩时，见他一路魂不守舍，眉头紧锁。文浩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虾仁，你家那位小娘子的眼睛，村里好多人说不太对劲。她的眼睛只是生了病，没什么不对劲的。回去的路上，赵文浩一言不发，闷头往前走。虾仁见他神色异样，也没再多问。赵文浩心事重重的回到家，母亲李氏见他脸色不对，赶紧倒了碗水递过去。怎么了？这是一脸愁容。娘，我在苏家村听说了些不好的事。什么事？赵文浩把苏彩儿克亲的传闻一五一十说了。李氏听完，当即变了脸色。这都克死这么多人了，那虾儿可怎么办啊？虾仁刚进门，苏彩儿便快步迎上来，先倒了碗温水地上，又拿起扇子给他扇风。夫君回来了，事情都办好了吗？都办好了。这样的风够不够？够了，别扇了，不累吗？不累啊。给，这是刚签好的。夫君，我不识字。今天去苏家村谈妥了合作，过几天城里订的工具到了，咱们就能继续制白糖卖了。那咱们家就有稳定营生了。我得把这契约好好收起来。你看收哪儿合适？晚点我再去趟大伯家，让他有空带我去文生哥的酒楼问问，等生意稳定了就不用愁了。苏彩儿听着夫君规划未来，眼里闪着憧憬的光，嘴角噙着笑。夫君，我把契约拿进去放好。去吧。苏彩儿捧着契约走进里屋，从床板下摸出一个旧木匣，她小心翼翼地将契约折好放进去。阿娘说过，好好活着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当虾仁这一次来大伯家，发现大伯母正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，看得虾仁心里直发毛。虾儿，你最近可有觉得家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身体可有什么不适？都挺好啊，方才跟文浩哥走了几里地，一路没歇脚，精神头足着呢。真要是哪儿不舒服，可别瞒着，跟大伯大伯母说。虾仁点头应着，心里却犯嘀咕。这时院门口传来扁担压弯的吱呀声，赵友才挑着2筐谷子回来了。夏儿来了，有事。大伯，我想问问文生哥在哪个酒楼，我做的白糖想送些去，问问收不收。是桩正经事，你自个去找文生，有他在，没人敢糊弄你。西厢房门口，一个半大孩子探出头，脸蛋晒得通红。虾仁哥，这是赵有才的3儿子，刚满10岁，明年就要送去学堂开门了。大伯家的谷子还没割完吧？我这几日空着，过来搭把手。你回屋忙你的去，家里活计够人干。等收完秋，我再帮你打听学堂的事。话里带着不容分说的劲儿，直接把虾仁往外赶。李氏跟在后面，望着他走远的背影，喉间溢出一声轻叹。好端端的叹啥气？夏儿是变好了，可我这心总悬着。他屋里那个新媳妇，他把赵文浩听来的闲话一五一十学给赵有才听。赵有才的眉头越拧越紧。找个夏儿不在家的日子，问问那小娘子，要是真有啥说道，就把她送走吧，总不能让她把虾……呸呸呸！说啥混话，大吉大利！虾仁刚踏进门，苏彩儿就像藏了宝贝似的，从灶房后头拎出2双草鞋，一双宽大，一双纤小，草绳编的密密实实。这么快就编好了？夫君早上出门我就动手了，就是草鞋底硬，怕夫君穿不惯。虾仁脱了布鞋，套上草鞋试了试，大小正合脚，就是草金哥的脚心有点痒。正好。夫君的尺寸俺都记下了。那今晚就穿这拖鞋洗澡。好呀。苏彩儿找出虾仁要换的衣裳，踏着草鞋回房。次日天刚亮，虾仁就往六叔家的田里去，想帮着搭把手。
虾仁，你咋来了？这几日不念书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来把割好的草捆起来。不管赵志强咋摆手，他径直拿起草绳，蹲下身就捆，动作利利索索。大伯娘，快请进。苏彩儿倒了碗水递过去，李氏接过，目光在他脸上打了个转。你是苏家村的？那苏三林是你啥人？是俺大舅。李氏心里咯噔一下，赵文浩说的怕是真的。你原先不住苏家村吧？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了，咋走的？阿爹被山上的大虫叼走了，阿娘是得病去的。村里有人说你命里克亲，这可不是小事，我们也不赶你走，就在后山边上找个屋，你先住着。俺没有。彩儿咋不关门？苏彩儿猛地抬头，见虾仁从门外走进来，让他瞬间定了神。大伯娘也在啊。他瞥见苏彩儿红着眼圈，心里大概有了数。午饭好了吗？我肚子饿了。还没，俺这就去做。大伯娘留在这儿吃吧，彩儿做的菜还行。不了，家里还炖着粥，你早上干活定是饿坏了，快吃吧。虾儿，你就不怕那些话？大伯娘，我先前就说过，彩儿眼睛是病了，不是啥怪事，生老病死是天意，咋能怪到一个姑娘家头上？你这孩子嘴倒能说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对了，大伯娘，前几日我去城里见县衙征中秋灯谜，就写了一个，竟得了甲等，赏了5两银子呢。这么多？凭的人是县里的何领生，错不了。等中秋灯会，你们去看，准能瞧见我写的灯谜。李氏听得眉开眼笑，脚步轻快地走了。虾仁望着他背影，松了口气。这事该是夫君，他们都说我是个灾星，说我克亲。继续说。爷爷说堂哥要去学堂了，要阿爹上山去打猎挣钱。阿爹上了山，被大虫抓走了。他们说是我把阿爹克死的，可是阿娘说不是我的错。苏彩儿的爷爷奶奶偏心，不待见老三爷就是他爹。父亲堂哥要上学，爷爷见猎户赚钱，就让他爹上山打猎凑学费。从没被爹娘正眼看过的爹，兴冲冲去了。这些事还是后来他被骂克亲时，娘告诉他的。确实不是你的错。可是伯伯他们都说是我把阿爹克死的，他们把我和阿娘赶走了。阿娘带着我回到苏家村，外公很老了，阿娘后来也生病了，可是阿娘说了，生病是没有办法的。后来阿娘也走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克亲，有时候我也害怕。夫君对我这么好，我不想你因为我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我都知道了，就像我先前说的，你的眼睛只是因为生了病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不过你这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，所以你的眼睛将会伴随着你一生。你阿娘说过了，你不是灾星。夫君的话我都会记住的。不是灾星，你不用离开这里，你是我的妻子，这里也是你的家。俺的家？对，你的家，所以你以后也要自信一些。你相信我吗？俺相信夫君的。那就安心的待着，我们好好的过。苏彩儿听着他的话，一瞬间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开满了花。俺都听夫君的。两人把话说开，苏彩儿刚刚还哭得梨花带雨，这么一会就已经破涕为笑。走吧，睡觉去了。次日一早，虾仁把自己的书箱背上，小姑娘送他出门的时候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怎么呢？夫君可以抱一下吗？我走了。说完就慢悠悠地往村口赶去。等到苏彩儿回过神来时，夫君已经只剩下一个背影了。不多时，虾仁来到赵文生工作的酒楼，就叫做醉轩楼。我们酒楼还没开门做生意，还请晚些再来。老板，我找你们的掌柜赵文生。请问是什么人要找我们赵掌柜？我是他的堂弟，还请通传一声。伙计一听是他们掌柜的堂弟，马上殷勤了起来。原来是我们赵掌柜的堂弟，还请随我进来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虾仁跟在他身后走进了酒楼。小郎君，我看你背着书箱，你是个读书人吧？不错，我一看你这气度不凡，就知道肯定不是普通人。说起来，我们掌柜先前还让我去打听过一个人来着，说是被学堂退学了。小郎君，你这气度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，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虾仁听了他的话，觉得他口中的主角估计90%就是自己了。那个人叫赵虾仁，不知道小郎君听过没？虾仁嘴角抽了抽，还没答话，那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喊声：“虾儿，你怎么过来？”文生哥，我来找你，有些事情要谈。好，麻烦让人送点茶水和点心来。他该不会就是赵虾仁吧？可是为了学堂的事情。
文生哥，我听大伯说你们酒楼想收我的白糖。不错，我爹说这个要看你意愿。原本我还想着明天休沐时候再回去找你聊的。前几天就想着出来了，只是就家里的农活没做完，就没出来。赵文生把他手中的白糖接过，打开，仔细看了一下。你这白糖比我家里的那些似乎看起来还更为洁白一些。自然，我后来又改进了一下办法，后面做出来的都会是这种品相的白糖了。那你可要给我们酒楼供些货才是。这些白糖做出来的糕点，想必会很受欢迎。自然是可以的，不过这种东西是稀罕物，所以还请文生哥你帮我保密，暂时不要对外透露这东西是我捣鼓出来的。财不露白，我会尽量帮你周全的。两人又把供货量和价钱都商量了一下，赵文生当即出门就准备契约。怎么一个农家人也请进来内侍了？少爷，这是我们赵掌柜的堂弟，说是找我们掌柜的谈事情。这被称作少爷的人是陈员外的儿子，叫做陈少峰。谈的什么事情？咦，这不就是那日在赵公子府前揭穿那几个假和尚的赵虾仁吗？其他人一听虾仁的名号，也都来了兴趣。那陈公子听说是虾仁，直接带着人走了进来。你就是虾仁？不错，